上，它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个聚会，好不好玩？所以我们现在天上可是有聚会的。那天上地上呢，虽然是同步进行，但有时候它又是个平行世界。在犹大人回归建殿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回归的大祭司叫做约书亚，那个时候的先知叫做撒迦利亚。有一天，神开了撒迦利亚的眼睛，天使就告诉撒迦利亚说：你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他就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你为什么老是这样跟他作对啊？就是好不容易在灾难中，现在还可以被存留下来，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大祭司来服侍我的百姓的。可是这个约书亚呢，他就畏畏缩缩的，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他觉得没面子，很丢脸，跟这么荣耀的场景他觉得配不上。所以使者他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所以他旁边的人就把约书亚的污秽的衣服脱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要怎么样？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所以撒迦利亚他看见撒旦他在控告约书亚，但是神自己赦免了他的罪，使他脱离罪孽，而且给他穿上荣美，还给他戴上冠冕。神在灵界尊荣他，他们把洁净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神在天上对着约书亚吩咐，要他怎么样去谨守遵行神的道。这是一场天上的场景，一个天上的法庭正在跟约书亚之间的劝诫应许，这些都是在天上发生，在灵界发生的。但是这个时候有肉体的约书亚在哪里啊？他还在地上啊。肉体的约书亚他并不知道，他现在的灵现在正在天上被撒旦控告，被神尊荣，被神教诲，他自己不知道。地上的约书亚他还在过他一般的正常人的生活，他并不知道撒迦利亚先知这个时候看见约书亚在天上的法庭所遭遇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什么？平行世界。我们物质的世界会跟属灵的世界它是同时的在发展的，并不是你今天活着的时候属灵的世界就停摆，你睡着的时候属灵的世界才开通。这是属灵的世界，它是没有停歇的时候。当撒迦利亚他看见约书亚的这一个情景的时候，约书亚是完全的不知道，而且约书亚他还在天上聆听神对他的告诫。神告诉他：我已经把荣美加在你身上了，现在开始你就要好好谨守遵行神的道，这样子你才有资格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而且呢，还会让地上的约书亚他的灵能够参与在其他得胜者神的长子共聚的总会。所以神说：我也要使你站在这些人中间来往。约书亚他肉体他在地上，他没有办法跑到天上去跟他们来往啊，那用什么东西跟他们来往？是不是他的灵？所以当一个牧者他是谨守遵行神的道，神就会让他去管理神的家，神的院宇，并且让
让他的灵跟天上众圣者那些得胜者一同往来，就是聊天的意思，互动的意思。可能你在做梦的时候，上帝把你提到天上去，然后跟这些人往来。我们会听过很多的见证啊，他到天上遇见摩西，是不是？然后遇见保罗遇见挪亚呀，去问一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呢还会遇见他已经死去的长辈呀，或者遇见了那些曾经领导过很大的一个属灵浪潮的一些牧者啊，这叫做与他们往来，跟他们互动。所以可能把你的灵跟他们互相的交往，可能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的梦中把你带去，也可能你完全都不知道，跟约书亚一样，但是你的心情会不一样，你在生活里面的心情会不一样，你会莫名其妙的喜乐，你会莫名其妙的你就想唱歌，你会莫名其妙的你就觉得很幸福。可是你是中了奖吗？吃了好吃的东西吗？你考试考得很好吗？好像也不是这样。这代表什么？你的灵在天上被修复了。有时候我们受伤的心，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的挫折，我们在生意上的失败，我们被同僚的排挤，我们有时候我们带着很多的伤害，我们在这世界我们找不到人可以去分诉。尤其你的层次越高的这些属灵人，他越找不到伴，因为人家看他都是带着光环看，都觉得牧师你怎么可能软弱？软弱都是我们呐。牧师我都觉得你这是我的表率，我看见你的时候就得到好大的鼓励。然后牧师心里想我也很需要鼓励耶可是不好意思说，怕自己下面的小羊让他们软弱了，就只好撑在那儿。这时候上帝会让你的灵去跟那一些天上的这个得胜的义人，让他们来安慰你，让他们来讲述他们过去是神怎么样恩待他们，众天使也来服侍你。于是你的心被修复了，然后你先睡醒了，你发现好像没事了耶，好像那个卡住的情绪好像过关了耶，好像本来很在意的事情，现在好像看了也还好嘛，好像也没那么严重，还可以嘛。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长子，一个神家的牧者，上帝给他的一个报答，就是当你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在天上也会修补补足你灵里面需要的喂养。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参加天上的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盛会的话，我们已经讲了入会资格，对不对？你要有这些入会资格，神跟约书亚讲的，你要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的道。所以保罗这边就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以弃绝那向你说话的，因为弃绝地上警戒的都不能够逃罪，更何况是天上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因信称义的外邦信徒一个很大的警告。因为我们会觉得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只要犯罪，我一个认罪，耶稣全部都给我洗得干干净净了，所以我就没有罪了。但是保罗说，你如果是违背天上的警戒，你就不能够逃罪。并不是我们把救恩看得这么草率轻贱，我去犯罪，犯完了我就认罪，我再来犯罪，我再来认罪，反正耶稣的血洗不完。那这个就是把耶稣明明的钉在十字架上了。神警告那些服侍神的人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务要自洁。所以神告诉
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也就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这些人。不管你是站讲台的，你是带领敬拜的、祷告的，无论如何，你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你都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活要洁净，你要自洁，不要去沾染污秽。所以神警戒我们这些信徒，如果我们想要参与天上的盛会，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行为分别出来，要洁净自己，不要在别人的罪中一同灭亡。所以在地上的圣城，虽然现在还是在一个被毁的状态，但是我们却是可以享受天上圣城所赐下来的一切的美好。幸福珍重等候爱的时刻，美的眼